如何爱自己？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你，按照1、2、3这样做就是爱自己，而是让你真正明白爱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做了，而不会再去问别人。请给我3分钟，我们来点干货。爱有3个角度去理解。第一，爱是一种状态；第二，爱是一个动作；第三，爱是一个元素。我们简单说一下。一，爱的状态指的是一种有指向的情感关系状态。例如，我爱你。当有人问你，你爱不爱你家人，爱不爱你老公，爱不爱你妻子，你会回答，爱，当然爱啊。这里的爱就是一种状态或者态度，你们的关系是相爱的。二，爱是一个动作，你如何去爱一个人，采取什么方式去表达爱和实施爱，这具备一定的技巧性，每个人爱的方式也都不同，包括照顾、陪伴、关心、尊重等等。三，爱是一种元素来看待，比如你是一个有爱的人，我们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。还比如我给你100%的爱，我每天都付出我的爱。这里可以理解为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能量，我们的爱一般都会建立在这3种理解的基础上。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，首先以爱为心理能量，并向对方实施爱这个行为，然后建立爱的关系。没有心理能量就是爱无能、爱贫乏，没有爱的行为就是空洞的爱，没有建立起爱的关系，相当于没有结果的爱。我们往往知道怎么去爱别人，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学习到的，我们都曾经爱过别人，关心过别人。再回到爱自己这件事上，你需要理解，爱自己跟爱他人本质上是一样的，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当成爱的对象，只有这样你才知道怎么爱自己。当初你怎么爱别人，现在就可以怎么爱自己。你能关心别人就能关心自己，能尊重别人就能尊重自己，这是爱自己的第一个重点。爱自己的第二个重点是，爱自己跟爱他人是不冲突的，并非是爱自己就不能爱别人。也就是说，自己和他人都是我们爱的对象。如果你有本事爱他人，你就能够爱自己；你不会爱他人，也就不会爱自己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明白了，爱自己不等于自私，因为会爱自己的人也一定会爱他人，就不可能是自私的人。这里的自私指的是负面的解释，就是只在乎自己而不在乎他人。爱自己的第3个重点是，既然爱他人要尊重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那么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，也要尊重自己，承认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也即是我们要拥有自我，而不是失去自我。当我们处在一段关系中，只有意识到除了对方之外，自己也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时候，这份关系才是平衡的。一旦失去自我，即使你当时的情感再强烈，也难以长久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可能觉得有些枯燥，但我希望能够明白其中的逻辑，也认真思考一下。这对于我们理解如何爱自己是有必要也更根本的一种帮助，最终能让我们获得属于我们自己的爱自己的方式。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讨论。